为逼妻子净身出户，丈夫竟让邻居强行侵犯她，不料隔天妻子就被人侵犯致死，丢在地下室。死前受到过性侵犯，2个乳房都有抓痕，右乳头被咬下。更奇怪的是，警方本以为兄弟是杀人凶手，可调查后却发现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刑警瞥见兄弟的老婆，竟瞬间发现破案关键。然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男主曾是一名刑警，因为某次执勤发生了意外，男主转行成为了一名专门教授犯罪心理学的大学老师。前段时间，男主和妻子乔迁新居，但是周围的邻居却对此表现得十分冷漠。与此同时，在就同事的请求下，男主开始协助调查一则6年前的失踪案。案件中的一家3口集体失踪，只留下了一个患有语言障碍的女孩小姐。第二天，周围一位姓西野的男性邻居对2人的态度有了改善，并主动和女主解释，自己同样是因为受到其他邻居的影响，所以不知不觉中也被同化成了对人冷漠的性格。不久后，男主找到了长大后的小姐，针对当年的失踪案做起了调查。小姐告诉男主，在家人失踪前的那段时间，父母总是私下背着家人和神秘人打电话，而哥哥也总是在那段时间里被人逼着喝酒，身上时常散发着酒臭味。小姐的直觉认为，父母打电话的对象和逼着哥哥喝酒的对象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家人失踪的3天前，大家出奇的一致表现正常，而对于那几天的记忆，小姐却不肯再透露更多的细节。小姐则是因为在那几天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晚上，男主回到家，碰到了热情的西野带着女儿登门做客，两家人进行了愉快的晚餐。男主出于以前的职业习惯，询问了西野的基本情况，得知对方任职于一家股票协会的理事。而在西野家走后，男主却下意识地对西野产生了疑心。第二天，小吉主动告诉男主，在家人失踪的前一天，3个人正背着自己在商量和神秘人见面的事。同时，小吉隐约地感觉到自己一直处在神秘人的监视中。男主根据小吉所提供的线索，初步把嫌疑人目标放在了小吉家附近的一户叫水田的邻居身上。很快，男主潜入了废弃的水田家，发现了5具尸体，其中3具尸体正是小吉家失踪的家人，另外2具则是水田夫妇。目前剩下最大的疑点就是神秘人的真实身份。画面转到女主这边，西野捡到了女主跑丢的宠物狗，并以此为契机和女主搭话，询问着奇怪的问题。另一边，男主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躲藏的西野女儿，结果西野女儿语出惊人，告诉男主西野并不是自己真正的父亲。话音刚落，西野女儿便害怕地逃走了。晚上，女主开始背着男主打电话，情绪也出现了异常。男主关心的询问，却被女主几句话给搪塞了过去。接下来的日子里，男主加深了对西野的怀疑，并发现自家与西野家的位置竟然和小吉家与水田家的位置惊人的相似。随后，男主向周围的邻居打听西野家的事，但是由于邻里关系冷漠，邻居对西野家也没有过多的了解，只是凭感觉认为真实的西野并不是一个善类。随后，男主昔日的警察同事接到男主的委托，前往西野家调查。西野简单的接待了同事，转身就进了房间，再也没有出来。同事心生疑虑，便开始在西野家四处巡视，无意中进入了一道暗门。画面一转，下班回家的男主看到白天见到的邻居家发生了火灾，男主急急忙忙的报警。回到家看到平安无事的女主松了一口气。隔日，警察前来告诉男主，火灾事发原因是煤气泄漏。在现场发现的3具烧焦的尸体中，除了邻居夫妇外，还有1具尸体是男主的同事。听到这里，男主回想起之前的种种，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西野。但是西野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躲过了警察的追查，还让警察把目标转移到了男主的身上。白天，西野趁着女主单独外出的时候纠缠不休，女主迫于西野的淫威，不得不屈服。西野从女主身上占了便宜，还贪得无厌地要求女主在晚上回家时继续打电话给自己。晚上，西野家的暗室里，西野的女儿正在处理哥哥的尸体，旁边是被药物控制的西野妻子。西野的女儿称呼西野为叔叔，从这里基本可以得知，假西野已经是个惯犯，暗室就是作案场所。西野的女儿也是假西野从真西野家拐来的女孩，在假西野的控制下，即使假西野折磨并害死了女孩的家人，女孩却仍然不得不对假西野保持顺从。与此同时，家里的女主脸色十分苍白，身体也开始脱力。镜头给了女主手臂一个特写，上面留着好几个针孔的痕迹，很明显之前的女主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假西野用药物控制了。另一边，暗室里的女孩母亲在野无法忍受假西野的魔鬼性，竟发疯的拿着针头攻击假西野，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假西野随即拿枪当着女孩的面打死了母亲。为了拖新搬来的邻居下水，第一次见面他便控制了川口，并叫他来到地下室帮助女孩一起处理掉尸体。川口本想反抗，但因为药物的作用，川口控制不住自己，只能乖乖听话将尸体做成干尸。另一边，回到家的男主发现妻子不在家，刚准备出门寻找，家里的门却从外面打开了，打开的人正是西野。
男主有点懵了，他怎么会有自己家里的钥匙？于是，一把按住他，询问他怎么会有自己家的钥匙。还没等西野回答，妻子从西野家走了出来，还为他主动求情。然而这只是西野的圈套，他早就报了警，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导致男主被警方抓走。上司老白深知他的为人，在男主的诉说下，老白也对西野产生了怀疑，决定联手调查西野的真实身份。两人开车前往男主的家。回到家，男主在屋内寻找妻子，而老白却独自一人来到了西野家中，发现家门没有关，老白便主动走了进去，一步步来到地下室，却意外掉进了西野丢失的坑中，又被注射了精神控制药物，直接昏迷了过去。紧接着，男主也来到了西野家中，在地下室内发现了瘫倒在地的妻子，又看到晕倒在坑中的老白。本想带着老白一起离开，西野手拿武器走了出来，并让男主带着妻子离开这里。谁知道妻子却从后面掏出针管，直接扎进了丈夫的手中。就这样，男主也被控制了。西野知道这里不能久留，于是带上自己组建好的新家庭，重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可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狗的位置，于是准备开枪直接杀了他，但他却迟迟下不去手，转身将枪交给了男主，让他去解决掉狗。听到命令后，男主乖乖地向狗走去。突然一个转身，男主连开数枪，直接击毙了西野。原来男主的药物早就失效，为了不让西野发现，男主只能演下去。而西野真正的女儿看到这一幕后，走到凶手的尸体面前，大骂他活该。清醒过来的妻子激动地拥抱着丈夫，这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在男主的怀里痛哭了起来。至此，电影结束。整部影片也没有交代凶手的真实身份。我想导演可能在告诉我们，小心隔壁老王。